穷就是认知下的习惯，富也是认知下的习惯，习惯就是驱动人生的自动化思维，自动化就是主观介入不了，因此想致富先梳理自己的头脑。第一，穷人办事儿就是啰嗦，就是步骤很多，他有很多前提。富人办事儿非常的直接，因为都是为了交易，既然是交易就要讲究效率，因此评判一家企业或者一个人就看效率和结果，做不出结果 pass 掉。第二，打工陷阱，听起来提高月收入会让你感觉自动赚钱，赚月薪这个模式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稳妥的方案，但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陷阱。财富根本不是靠攒的，既然能够叫财富，它就是一次性的收入，叫蓄力爆发。储蓄概念是说给 80% 人听的。第三点，你是要体面的穷，还是要放下面子的富有？这两条路自己选。放下面子不一定能够富有，但是放下面子会让你的生存半径会变得很大。面子是枷锁，就是穷富之间的其中的一张纸，捅破就捅破了。第四点，人穷就是不示弱，你跟他多说一句他想象不了，因此他的行为就变成了不示弱，处处跟别人较劲，以他的智商说出这些话很正常。而示弱是凝聚他人的一种工具，凝聚他人就是给自己节省时间，时间就是金钱。你要懂人性，给别人舞台，给别人饭吃，给别人让利，就是凝聚他人。不要跟不聪明的人做链接，只要链接上，它就会形成一个环境，这样的环境会把你拉下去。人是特别容易糊涂的。第五点，社交的目的就是获取资源，争取交易，而不是让你混感情。有价值的交易不等于人脉，你没有交易价值，认识多少人都没有意义，相反会让你沉浸在其中。有真正的交易，电话就能聊明白，电话聊不明白，你见面能聊明白吗？见面聊不明白，你吃饭能聊明白吗？我们会陷入到这种社交场合，会有一种障碍。有价值的交易不等于人脉，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什么卖不卖的问题，世界上只存在一个法则，你强大了，你搞钱的能力很厉害了，你就有亲情，你就有爱情，什么都有。你没有交易价值，认识多少人都没有意义，相反会让你沉浸在其中。脑子不好使的人，他老想去找那个替代方案，我不干这个事情行不行？这件事情我不干好，我多做2件，能不能等于把这事儿做了？就是不解决核心问题，他在逃避核心问题。凡是有逃避逻辑的人，就是脑子不好使。第六，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钱到位了，事儿才到位，所以不要想复杂，不要把任何的人与人之间，不要把任何的业务，把任何的具体的事件想复杂了，一切都不复杂。而事儿做不到位，没有办出结果，就是因为钱没有到位。就跟咱们俩认识10年，认识20年，没一毛钱关系，没有拿到结果的，说1000到1万还是钱没有到位，仅此而已，特简单。第7点，每个人都有需求，区别在于你能不能够提供并且满足对方。如果不能够满足，就是因为你无法支付需求的成本。赚钱不是让你存着的，钱只是用来支付，是用来撬动资源的，是来撬动机会的。除了你的生活以外，钱只有这一种花法，是买财路的。真正的机会就是支付，就是给钱。认知很低，是因为他就不谈钱，他除了交易以外他都谈，因为他兜里边没有子弹。为什么人要有一颗事业心？为什么一个人从小到大到老都要去搞钱？你有了子弹，你的人生是平坦，
因为真正能办事儿的都需要你可以支付得起。第8，穷人赚钱就是储蓄，富人赚钱是换资源。有钱的人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兜里边有钱，谁会觉得自己有钱？穷人，他没有从本质上理解交易。富人赚钱是换资源，用来撬动利润更高的选择，支付机会。认可只有支付，没有第二。支付最简洁、最干净、最直接、最明显、最务实、最彻底。第9，不为社会做贡献的人都是坏人，因为他们打心底不想交换，不想交换就是不认可交易，所以穷，就是他只想索取，他不理解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是交换的。自动化带来他不认可交易，我们的人生就不能够有兑换货的概念。我们对所有的事情要养成认，我认好我也认坏，认赚也认赔，什么都认，不要去追究别人的责任。你只有认了，你才能够下次长记性。给予就是索取，我付出的越多，实际上我得到的越多。但很多人他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当你的给予到一定的量级的时候，叫信任。信任本质上就是你的免费给予，免费给予的越多，就是你的服务越多，服务越多就是信任越大。我们唯一去计较和计算的只有自己，对自己就叫做要求了，对别人叫做计算和计较。而任何对别人的计算和计较带来的都是灾难。第10点，懒惰因为不够穷，穷就是因为懒惰。咱们能够激励谁呀？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够调配谁？我们谁都激励不了。他不努力，就是他有饭吃，仅此而已。别人能够违反你的规定，就是因为你还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人是聪明的动物，他能够识别出来谁弱谁强，谁真的有价值，谁真的没价值。这个价值叫利用价值，人与人之间就是利用的关系。第11，对任何人对任何事儿不要考虑长久，也不要做长久的打算。眼下能做的就做，眼下能赚的就赚，未来与我无关，我只活在当下。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向。低认知的人他总是做长远的打算，只活在当下是你真的想明白，不对明天有所期许。今天的事儿今天断，今天了，今天不了的明天了。你不要把它放在3年5年年底月底。第12，事业比爱情重要。事业有希望，爱情就存在。事业没有希望，爱情就不存在。事业就搞钱的能力，就赚多赚少，赚得多就有爱情，赚得少就没有爱情。凡是真的没有理解钱和情关系的，还是因为你条件还挺好，不愁吃不愁喝，这就是还没有经历。对方履行了承诺，暂时的产生信任。人与人的信任都是暂时的，它都是阶段性的。第13，不要把信息差挂在嘴边，信息不信息跟你没关系。我们所有人的区别叫做执行差，执行才是结果之母。我们每个人拼的是执行能力。第14点，当你在抱怨的时候，强者已经在适应，因此消极思想才是你的最大障碍。负能量跟消极思想给你带不来正向的结果。不要去抱怨任何人，这是一种习惯。我们只有适应能力，我们比拼的是谁最快的适应环境。我们拼的就是在这个点上拼，你赔钱我也赔钱，你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也生意不好做。我们拼的是谁赶紧进入状态，适应它，接受它，面对它，解决问题。所以消极思想才是你的最大障碍。第15，只要是合情合理合法合规，就没有对错。世界
就是市场，市场只有交易，交易就是有限制的一场游戏。第16点，你的所有行为本质只能服务于自己的事业，其余的动作全部都是多余的。我们的做法行为只能服务于搞钱和事业。人的行为是成套和成组的，一个人这里能够想明白，他到那里也能想明白。人的思路是整体，强者是绝对不会犯错，他是极为严谨的，人家天天在精进于自己的业务。你在躺平享受人生的时候，当然今天人家有饭吃，你没有饭吃了。这个世界就是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的本质就是交易，交易的本质就是价值的交换，价值交换的本质一定是优胜劣汰，一定有人有饭吃，一定有人没有饭吃。不要抱怨是好的开始，早点接受，早点变化，早点变化才是早点找到解决方案，才是真正开启新生活。第17，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需要买单，支付也叫消费，遍地全是商品。你要习惯把一切都看作商品，然后就不会迷茫。是商品就一定有价格，有价格的才有价值，没有价格的就没有价值。所以不是爱情是无价的，而是爱情价更高。我们一定活在一个空间里，这个空间叫社会，这个圈子一定是一个商业体。那既然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商品，所以你要习惯买单、支付和消费，除了花钱就没有别的选项。从根本的逻辑上，从根本的思维上，除了消费，你不应该有别的想法。我们本质上就是支付，它是一个支付体系，只有支付大家才看得见你。人的记忆是靠支付把你记住的，人在支付面前全部丧失了抵抗能力，支付可以拿下任何人。我们要去习惯把一切都看作商品，你就不会迷茫了。人与人之间的所谓的感受实际上是价格的比对，人看人就是价值的比对。第18点，只能有交易思维，穷就是不承认交易，富就是看透交易。在交易下，你会自动的理解万事皆有成本，皆有代价，有价值才可交换。你的利润和回报完全取决于你能够提供的可交易价值，而非普通人眼中的情感关系。只能有交易思维，生活就是交易，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成本和代价的。咱们干的任何事情，你都要理解里边是有成本和你的代价的。你有价值才可被交易。我们要从每一个习惯里边去培养自己认，而不是培养自己得到索取。你的利润和回报完全不是取决于对方，而是取决于你的价值。所以交易的本质是你的价值，是你可被交易，你可被计算的那一部分，跟别人没关系。第19，吃的所有亏本质就是贪婪无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仅仅是因为你贪婪，你想要的更多，你想索取的更多。所以反过来想，为什么给予反而是回报？奉献是你想明白了，尽量不要去算计和计算，反而你会得到的更多。赚钱不是收割，聊收割的全是穷人，因为他不想被别人索取，因为他只想自己索取而不想付出，本质上他不理解交易。第20，在社会的生存当中，就是值钱，就是让别人感觉有利可图，就是让别人看到了你的价值。一定要把自己活成一个诱饵，穷人就是不能够让别人占我的便宜，相反
搞钱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别人占你的便宜，你就成交了。当别人觉得你很聪明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了。人性的本质就是有利可图的占便宜，致富就是有利可图以及占便宜。做生意的商人几乎统称为能占便宜的，能不花钱的，而你看到的给予都是索取的开始。因此有一个结论叫交易无处不在。第21，穷的本质是不想交易，只想索取，所以他穷。不想付出，只想得到就是穷。不想吃苦，只愿享受就是穷。一个人的懒惰、不上进，并且他会破坏规则，四处占便宜。他不想等比交易，计较计算，贪婪并且无度。遇到一个不理解交易的人，就赶紧远离，早晚都是麻烦。第22点，思想健康，你的生活就应该是轻松愉悦的。即便再累，你也不会有负担，思想上的负担会让你不愉悦、不快乐。一切的不愉悦就是思想不阳光、不健康。抱怨、消极、负面情绪占主导。消极情绪的人是不可能获取任何的知识的，他的思维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不能够做正确的决定，他的脑子是混沌的。只有健康的人能够做正确的选择以及做正确的事情。生命的本质就是控制自己的行为，别人跟你没有关系，所以四处比较无作为，到哪里都在拼命的证明自己。什么叫弱者？就是他到哪里都要去拼命的证明自己是对的，他要找舞台，因为他太不行了。这是一个辨析辨别人的一个方法，一定要客气的对待，然后马上做阻隔。你只要给一次，他就会粘上你，因为你是他的舞台。在这儿说到底就是愚人和蠢人。第23，没有责任心就没有结果，有结果必然有责任心。责任心大于经验，大于能力。一个人拿不到结果，就是因为他没上心。说人话，就是他不是他自己的事儿吗？他要是他自己的事儿，是不是也就办了，是不是就解决了？换做家庭生活，其实它更适用。所有的客观规律早晚会通过具体事件让你看懂。人还是要过事儿，过事儿就是过钱。如果这个事儿里边没有钱，就不叫过事儿。事儿里边一定要有钱，一定要有交易。我们跟任何人都要过钱，不过钱你看不明白这个人，过一次钱都看明白。鳄鱼没有眼泪，吃人不吐骨头，这就是真相。第24点，忘掉情绪，习惯理智，保持理性。这个世界上是很客观，是很理性，我们不能有情绪，要习惯保持理智，无论男女，无论年龄你是多大。感性视角下的世界是复杂多变的，而理性视角下的世界是简单重复的。我们要寻求简单，而不是寻求复杂。我们之所以能够活得很简单，是因为你真的很理智，而理性的人会得到一个心态很稳定。心态稳定的前提是情绪稳定，而情绪稳定的前提是理解规律，就是保持理性。一颗保持理性的人，他不会有情绪的波动。我们看任何人，你都看得很清楚，人性很简单，有他的立场，有他的诉求，有他的索取，有他的视角，也有他的文化积淀。因此人生不需要情绪，生活只需要理性，因为只有理性才能保持警觉，警觉是生存的基础，警觉性会让你变得更聪明、更聪慧。在聪明的头脑下，所有的动作和行为才不会变形。在不变形的情况下，你的动作才是精准的、精确的。
只有精准和精确的动作才是制胜的关键因素。低认知就是谁都能影响你，打一个电话去把你扰乱你今天的思绪，你没有活出我，你的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是靠别人告诉你，这就是巨婴。第25点，搞钱的3部曲。第一，要有一颗盈利的心，你的心之所向是盈利，但很多人就忘，干着干着就干成情绪了，情绪化的动作你会变形，不精准，不能够持之以恒，今天干明天的目标就变了。组织和公司就怕不持之以恒。第二，就会算账，没有赚钱就是没有赚钱，赚钱就是赚钱。第三，收集分析信息的能力，一个是收集信息，一个是分析信息。收集就是你要比较敏感，4年前你知道抖音的重要性，当然你会有一些作为，对吧？有一些行动。那在今天还没有理解抖音的重要性，就证明你的收集信息的能力非常弱。第二就叫做分析信息，就是辨别能力，是真是假，以及跟你有关吗？第26点，要习惯节约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浪费时间。你要习惯拒绝，其实就是习惯节约你的时间。机会啊，它是双向的，首先要达成别人能够看懂你的价值，第二就是你去介绍你的价值，达成交易。很多人浪费时间，就是你在去只做介绍你的价值，而不去辨别，你不做筛选。交易的大前提是流量，流量大一定成交，流量小反而你要去想什么营销啊，这个方案那个方案啊，流量足够大你根本不愁下单。所以搞钱的本质是流量啊！你在一个大海里边不会饿死，但你在一个小溪里边，你要去锻炼自己的各种能力啊，节约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浪费时间。增加流量就是在节省你的时间，而利润是单位产出比，所以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时间，就会有怎样的人生。27点，用思想操控自己的心理，用心理操控自己的身体，控制身体去完成事业，这其实是最难的，而不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习惯，反而是要深刻理解好习惯背后的逻辑。执行是靠心理执行，只有心甘情愿，你才愿意去付出，你才愿意去做事情，持之以恒。谁能够持之以恒的持续的执行，证明你真的是健康的，思想是健康的，心理是健康，行为是健康。所以不要再问哪个行业能不能做，任何行业都有人致富，卖扣子到今天也有大企业家，卖劳斯莱斯的今天也有人吃不上饭。没有适合你的行业，只有我们不匹配。所以不是去选择另外一个行业的逻辑，而是你要在局限有限的生存空间里边拿到尽你所能拿到的最大的结果。不会赚钱的人卖金子也卖不出去，会赚钱的人卖塑料袋都能卖得很好，跟产品无关，都是你自己思想的问题。所以要深刻理解，这些都是习惯，背后就是穷逻辑和富逻辑。最后，财富不是让你来研究的，我们搞钱不是来探讨，我们不是来写那个论文，你不需要很懂，你会用这些规律就可以，你能用就可以。